Hello， 大家好，我是兜兜。萧炎一进入大厅，就紧盯着玄空子三人。从药老被魂殿抓走至今，也有4、5年的时间了。一想到药老这些年遭受的折磨，萧炎的情绪波动就很大。玄空子告诉萧炎，药老被关押在中州西北地狱的亡魂山脉。亡魂山脉是中州数得上的兄弟，那里的寒雾遮天蔽日，山脉内又有不少实力强悍又嗜血的魔兽。魂殿看中了那里的凶险和隐蔽，将药老转移了过去。按照他得到的情报，这处分殿至少有5位斗尊坐镇。萧炎算了算自己这边，小医仙和天火尊者，再加上天妖魁，也顶多3个斗尊。他自己能够和1名斗尊强者纠缠，现在就看风尊者那边的情况了。玄一让萧炎他们注意魂殿的天尊，天尊是魂殿尊老中级别最高的强者，就连3星斗尊的木谷老人至今也没资格成为魂殿的天尊。不过天尊在魂殿中的地位极高，他们也不一定会遇上。得到药老的具体下落后，萧炎便抓紧时间闭关，想要争取在风尊者赶到之前将符令清单炼制出来，还要将从奕晨那里抢来的天明修罗手修炼一番。按照萧炎的推测，天明修罗手若是彻底施展开，怕是只有将地印诀的第5印学会才能超过他。为了让自己多一些保命的手段，萧炎这次闭关可以说是废寝忘食。在萧炎出关的第5日，风尊者便赶到了丹塔，他的身旁还有1名面色有些古板的老者铁剑尊者。药老曾经对铁剑尊者有过大恩，所以在听说风尊者要解救药老，便主动跟了上来。至于其他的一些朋友，一听说是要跟魂殿作对，都有些退缩。风尊者也不好强求，加上风尊者和铁剑尊者，萧炎这边的斗尊强者就有5个。为了避免魂殿再度暗中转移药老，萧炎决定明天就动身去亡魂山脉。只要情报属实，又不出太大的变故，萧炎有70%的把握可以将药老从魂殿手中解救出来。亡魂山脉离丹域并没有很远，萧炎他们昼夜不停的赶路，终于在第4天的下午赶到了亡魂山脉。这个季节是亡魂山脉寒气最浓的时候，为了不在浓雾中迷失方向，也为了不打草惊蛇，萧炎一行人略作调整后，进入了寒雾弥漫的森林中。一开始玄空子给的地图还有点用，但随着越加深入，地图根本不起作用，只能靠萧炎他们自己慢慢摸索。很快天就黑了，为了不惊动山脉中的魔兽，萧炎一行人停了下来，略作休息。萧炎的心中有些郁闷，没想到准备齐全来这里后，竟然连路都找不到。而更倒霉的是，半夜他们遭遇了噬食蚁群。噬食蚁群是亡魂山脉极为恐怖的一种魔兽，他们的等级只有3、4阶左右，但却拥有着千百万的可怕数量。这种噬食魔蚁能够吞噬一切阻挡在他们面前的血肉之躯，噬食魔蚁巢所过之处几乎是遍地白骨。若不是他们只能生存在寒雾之中，亡魂山脉怕是不会有人居住的。风尊者让大家准备撤退，不要和他们硬碰。就在他们准备撤退时，紫妍一头冲进了寒雾弥漫的森林中。很快噬食蚁群的声音就消失了，紫妍带着一只暗金色的8翼蚁后回来了。噬食蚁后知道魂殿所在的地方，紫妍让他们跟着他走就好了。有了以后的引路，他们成功的避开了魂殿的眼睛，很快就到了魂殿所在的山谷。魂殿的分殿在一个4面环山的巨谷中，这片空间被他们设下了空间屏障。风尊者感受了一下，这座分殿有5道斗尊级别的气息，到时候他们4人和天妖魁负责拖住斗尊强者，萧炎就去找药老。紫妍悄咪咪地打开了空间屏障，将密密麻麻的噬食魔蚁放了进去。有噬食魔蚁打头阵，萧炎他们很快就摸进了魂殿的大殿中。等到魂殿的人发现不对劲，尖叫着敌袭时，魂殿的5名尊老才终于带着满身杀气出来。这5人中就有萧炎的老熟人木谷老人。风尊者让萧炎进去找药老，他们几人来拖住这几名尊老。就在萧炎即将进入大门时，他的面前出现一个身着淡紫色衣袍的老者。这名尊老就是萧炎晋级斗皇和斗宗见到药老时毁他灵魂之力的老杂毛。紫衣老者想要拦下萧炎，萧炎直接祭出天妖魁拦住他，自己则跑进了大殿中。这里虽然只是魂殿的一处分殿，但防守的力量丝毫不比一流势力的宗门弱。萧炎进去后，很快就被4名6、7星左右的斗宗拦住。不过这4人落到连萧炎一击都扛不住。萧炎用3000连星
火将其中3人烧到连灰都不剩。之后抓住剩下的1人，用异火威胁他说出关押灵魂的地方，眼睁睁地看着3名同伴被烧成灰。这名魂殿护法丝毫不敢对萧炎有半点隐瞒，在他的带路下，萧炎很快就来到了魂殿关押灵魂的锁魂大殿。锁魂大殿的广场上，无数石柱擎天而立，黑色的锁链犹如蜘蛛网一般蔓延开，锁链的尽头漂浮着无数的光团，光团中是一个个身形虚幻的灵魂之体。广场深处有一个格外明亮的光团，里面散发着萧炎熟悉的气息。萧炎飞身来到这个光团旁边，望着光团内被4条巨大锁链缠绕住4肢盘膝而坐的药老，萧炎的眼睛瞬间通红，双腿重重地跪在石台上。老师，弟子来了。自从药老被抓后，这是萧炎第一次亲眼见到他。药老这副白发苍苍，宛如迟暮老人般的虚弱，让萧炎的心头一酸。光团内的药老睁开双眼，看到通红着眼睛跪在他面前的萧炎，药老愣了一会儿，声音嘶哑着说：“小家伙，终于长大了。”这句话让萧炎心中的酸意升到顶点，他抹了一把眼睛，迅速调整好心态。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将药老救走，顺利离开亡魂山脉。萧炎将药老从光团中解救出来之后，手掌抓住一节锁链，紫褐色的火焰从掌心处暴涌而出。看到萧炎掌心处的紫褐色火焰，药老眼中涌现一抹惊喜之色。得知萧炎吞噬了3000焰炎火后，药老这才道萧炎这些年的际遇很是不凡。萧炎用异火将缠住药老的巨大锁链弄断，他还想将满大殿的光团也给毁了，让这些灵魂跑出去，给魂殿制造麻烦。但就在他凝聚的火边即将接触到半空中的锁链时，那片空间突然凝固，火边被反弹了回来。见到这一幕，药老脸色一变，而萧炎则反应迅速，一把抓住药老，对着大殿外暴冲。萧炎身后的空间突然一阵扭曲，化为一片无形的屏障。他的脸色微变，强行稳住身形，看着半空中身着灰白衣衫的老者，萧炎心头顿时一沉。他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镇守在这里的魂殿强者并非只有情报上的5名尊老，这名老者是魂殿的斗尊摘星老鬼。魂殿的店主对药老很重视，特地派他来钓萧炎这条大鱼。关于那块钥匙，肖战打死也不松口。萧炎又越发的有出息，魂殿便猜钥匙在他的身上，所以特地派这么多尊老在此，就是为了能抓到萧炎。萧炎能察觉到摘星老鬼的实力比木谷老人还要恐怖，面对他的攻击，萧炎施展出天火3玄变，紫褐色的火龙和黑色的掌印狠狠碰撞在一起。一击过后，萧炎连退10几步，体内气血翻涌。药老告诉他，摘星老鬼是5星斗尊巅峰的实力，让萧炎不要与他硬碰。萧炎让药老进戒指，其他的一切交给他来。见药老钻进戒指中，萧炎眼中闪过一丝凶芒。今日不管是谁阻拦，他也一定会带着药老离开这鬼地方，谁阻那便杀谁。摘星老鬼让萧炎将钥匙交出来，自己可以不伤他的性命。萧炎压根不鸟他，在用燕分侍浪尺应接了摘星老鬼一招后，萧炎知道自己必须要尽快离开锁魂大殿，与小医仙他们会合。摘星老鬼也不打算与萧炎再耗下去。萧炎察觉到他的变化，迅速凝聚出一朵紫褐色的火莲，甩向摘星老鬼。紫褐色火莲一爆炸，整片广场被破坏的一片狼藉。这一击虽然只是让摘星老鬼变得有些狼狈，但也出乎了他的意料。而萧炎则趁着这个机会，用异火将大殿中密密麻麻的锁链斩断。大殿内无数的光团破裂，光团内的灵魂睁开眼后，便全部朝着大殿外逃窜。见萧炎放出这么多灵魂，摘星老鬼脸色一变，满身杀气的冲向萧炎。萧炎掏出3枚在心域中炼制的火雷子，甩向摘星老鬼。摘星老鬼被萧炎接二连三的手段搞得十分狼狈，冲出火浪的他将萧炎周身的空间凝固，一记摘星手将萧炎的躯体化为虚无。但很快他就意识到这个萧炎是假的。此时的萧炎已经逃出了锁魂大殿，留给摘星老鬼的只有他的背影。好啦，今天的视频豆豆就讲到这里啦。如果喜欢豆豆的视频，欢迎点击订阅关注，我们下期再见，拜拜。